在强国林立的时代，你是否能想象，那仅占地约2平方公里的摩纳哥竟能傲然屹立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流传至今？这奇迹般的存在，确实令人难以置信。然而，这个袖珍的国度不仅屹立不倒，还以其繁荣富足而闻名于世。摩纳哥之所以能够安稳地存在于这片土地上，得益于法国的保护伞，而两国之间之所以能和平共处，全靠一纸条约维系。但尽管如此，摩纳哥仍面临着被吞并的潜在危机。2014年，查伦王妃诞下的龙凤胎为摩纳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，其中雅克王子的降生不仅为摩纳哥王室带来了合法的继承人，更在关键时刻拯救了王室的命运。雅克王子的到来犹如一道曙光，照亮了摩纳哥王室一度暗淡的未来。这背后隐藏着摩纳哥与法国之间一个100年前的协议。协议规定，若摩纳哥元首无嗣而终，这片土地将并入法国。100年前，摩纳哥的存亡就曾悬于一线，阿尔贝二世的爷爷就曾因无子嗣而险些失去国家。因此，历代亲王都对此事倍加关注，因为王室的传承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。为了国家的未来，兰尼埃3世亲王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选择了美丽的奥斯卡影后格雷斯·凯利作为王后。1956年，他们举行了一场如梦如幻的婚礼，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，也让人们对摩纳哥充满了好奇。格雷斯王后很快为摩纳哥王室带来了新生命，一双儿女成为了国家的未来，而作为接班人的阿尔贝二世更是备受瞩目。他在众人的期待中长大，成为了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，并荣获名誉哲学博士学位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体育爱好者。然而，他的私生活却备受争议，绯闻不断。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与巩俐的绯闻。在登上王位初期，阿尔贝二世更是毫不掩饰地认下了2个私生子。然而，随着他逐渐承担起国家的重任，他开始变得稳重起来，开始关注王室的传承与未来。而他的转变离不开他女友扎伦的陪伴与帮助。查伦·维特施托克，曾经的泳池女王，在碧波荡漾的水中，她如鱼儿般灵动自如，不仅容貌大气迷人，因长期的游泳训练，她的身姿更是曼妙无比。她在泳坛中屡创佳绩，荣誉无数，甚至多次登上奥林匹克的赛场。然而，这位泳坛女神的命运却与摩纳哥的阿尔贝二世亲王紧密相连。2000年，一场游泳比赛让2人不期而遇，阿尔贝二世被扎伦在泳池中的矫健身姿深深吸引，2人因此结下不解之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，最终在2010年6月23日，2人决定携手共度余生，开始筹备盛大的婚礼。为了成为摩纳哥人民喜爱的王妃，扎伦积极学习王室礼仪和法语，努力适应新的生活。然而，就在婚礼即将举行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却打破了所有的宁静。阿尔贝二世的风流韵事被曝光，私生子突然上门，这一切都发生在扎伦与阿尔贝的热恋期内。面对阿尔贝的背叛，查伦失望透顶，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。在婚礼前夕，他选择了逃离。然而，作为王室成员，他们的婚事岂能儿戏？婚礼的消息早已传遍全球，各路媒体都在紧盯这一盛事。阿尔贝二世不能让自己的婚礼成为笑柄，更不能让摩纳哥王室蒙羞，因此他不得不将逃跑的查伦追回。2011年7月，盛大的皇室婚礼如期举行，查伦·维特施托克正式成为摩纳哥的王妃。婚后，他将重心放在公益事业上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升摩纳哥的王室形象。在他的努力下，阿尔贝的绯闻逐渐平息，摩纳哥王室也赢得了更多的尊重。而阿尔贝二世也渴望拥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，以确保摩纳哥的未来。在查伦的帮助下，他们共同为摩纳哥的繁荣与稳定努力着。在摩纳哥的宫廷里，虽然阿尔贝亲王有2位子女，但依照法律，他们却无法继承那尊贵的王位。这样的法律限制，无疑为摩纳哥的未来增添了一抹不确定的色彩。尽管法国与摩纳哥在2002年达成了新的协议，或将不再以王位继承问题作为2国合并的筹码，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培养一位合法且优秀的继承人，始终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事宜。幸运的是，查伦王妃为摩纳哥带来了希望的曙光，一对龙凤胎。这对双胞胎的诞生，不仅让查伦王妃在国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，
更为摩纳哥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雅克王子，他继承了前几代王妃的外貌优点，拥有极高的颜值。他那白嫩的皮肤和闭塞的眼睛，宛如一个精致的小女孩，即使是与比他稍大的乔治王子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当这对龙凤胎雅克王子和加布利埃拉公主早于预产期平安降生时，整个摩纳哥都沉浸在喜悦之中。在摩纳哥格蕾斯王妃医疗中心，他们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而查伦王妃看着这两个软糯的小生命，心中充满了母爱的温暖。2014年12月24日，这对双胞胎首次亮相，作为摩纳哥公民和公国友人们的圣诞礼物。他们的照片被公之于众，其中阿尔贝二世亲王与妻子、儿女的全家福照片更是显得格外温馨。随着这对双胞胎的降生，查伦王妃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他们身上，而这两个小生命也逐渐成为了摩纳哥王室的一张活招牌。2018年9月，年仅3岁的双胞胎宝宝穿着精美的传统服装，手牵手走进摩纳哥公主安托瓦内特公园参加年度野餐。他们可爱的装扮成为了活动的焦点，为摩纳哥的王室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在摩纳哥的盛大庆典上，加布利埃拉公主身着一袭红白相间的条纹裙，外罩天鹅绒系带背心，点缀着深色刺绣的围裙，宛如童话中的小公主。而她的弟弟雅克王子则身着金色装饰的背心，衬衫上系着蝴蝶结，鲜红的腰带增添了几分活泼。在他们身边，已经年满60的阿尔贝二世亲王身着棕色亚麻西装外套，神态自若，尽显从容。尽管这场庆典是摩纳哥全国人民的盛会，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目光，但真正参与的公民却仅占3%左右。庆典期间，不仅有优美的民间舞蹈和庄重的弥撒，还有特色烧烤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寓意着与民同乐的美好愿景。这对龙凤胎虽然外貌可爱精致，但性格却各具特色。加布利埃拉公主活泼外向，总是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，而雅克王子则显得更为内向，但他的乖巧懂事却赢得了民众的喜爱。尽管公主比王子早出生，但根据摩纳哥的法律规定，雅克仍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。这一事实让阿尔贝二世亲王倍感欣慰，因为他一直期盼着有一个合法且合适的继承人。与性格活泼的姐姐相比，雅克的稳重懂事更显得难能可贵。他的举止得体，言谈举止间透露着未来接班人的风范。因此，尽管民众对加布利埃拉公主也充满喜爱，但对于让雅克作为未来的王室继位者，他们更是充满期待和欢喜。雅克王子，这位摩纳哥王室的璀璨之星，不仅为王室带来了希望，更在父母关系紧张之际，成为了他们之间的桥梁。尽管大婚前的逃婚风波已逐渐平息，但阿尔贝亲王的行为仍让查伦王妃心存芥蒂。即便他为摩纳哥王室诞下了一对龙凤胎，这份喜悦也未能完全弥补他与阿尔贝之间的裂痕。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，查伦王妃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旅程。在那里，他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我，投身于公益活动中，与公益小组一同拍摄野生动物，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快乐。那段时间，他忘却了王室的种种纷扰，笑容也比在王宫中更加灿烂。然而，查伦王妃的长时间离开，让摩纳哥王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，各种谣言甚嚣尘上，甚至有人猜测阿尔贝亲王与查伦王妃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和稳定，阿尔贝亲王不得不带着雅克姐弟俩四处奔波，试图打破这些谣言。他们频繁地参加各种公开活动，展示着家庭的和谐与幸福。阿尔贝亲王还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孩子们的动态，如妈妈，我们想你，龙凤胎的可爱日常等，以此表达对查伦王妃的思念和关爱。这些举动无疑是在利用查伦王妃作为母亲的柔软心肠，希望她能尽快回到王室。而雅克姐弟俩也在这场家庭危机中扮演了工具人的角色，他们的出现为父母的关系带来了一线希望。小小的2个孩子，为了父母被迫营业，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么可爱的2个孩子，所以查伦王妃才会忍受花心的阿尔贝。即便是2人多次传出了婚变的消息，她也不曾真正放下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归王室。说起阿尔贝二世，其实除了花心，也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。作为袖珍国的摩纳哥，虽然面积小，自然资源稀少，
但是发展的确实很不错，多元化、高附加值和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方针，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显著，并且因为没有个人所得税而成为了全世界的避税天堂与赌城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摩纳哥南临地中海，背靠阿尔卑斯山，是全球著名旅游胜地。它的常住人口来自100多个国家，以马戏节、梨花节等享誉世界。虽然常驻摩纳哥的中国人并不多，但是古希腊灭亡后，阿拉伯人保留了大量古希腊经典，古希腊英雄传奇在这里演变出中东版本。到了中世纪，波斯王子传奇、阿拉伯王子传奇才随十字军东征传到欧洲。直到文艺复兴后，欧洲终于出现了本土的王子传奇故事。细心的人会发现，传说中俊朗、潇洒的王子在欧洲比较少见，这是因为欧洲王室长期近亲结婚，加上饮食和卫生习惯的问题，贵族往往长得歪瓜裂枣，而中东的王子则一直以帅气闻名世界。今天的王子代言人就在中东的迪拜，他的名字叫哈曼丹。哈曼丹王子在互联网上的外号叫男人天敌，他帅气、富有、多才多艺，简直是从童话世界里穿越来的王子。他现在不仅是迪拜的王储，还是世界级网红，被评价为世界上最性感的贵族。那么，哈曼丹是怎么成长为男人天敌？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？1982年，哈曼丹出生于迪拜，他是迪拜王的次子。但迪拜并不是个独立的王国，而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部分，是阿联酋7个加盟国里最发达的。早在19世纪初，迪拜的阿拉伯部落酋长就跟英国人合作，在迪拜建立了自己的酋长国。此后1个世纪里，这片土地都是英国的殖民地。因为迪拜靠海，英国人拿这里当作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口，让迪拜成为商业中心。20世纪后，英国丢掉了中东的殖民地，但是依然掌握着迪拜这个贸易点。2战后，迪拜迎来发展高潮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发展让这片沙漠城市成为繁忙的贸易港。60年代，迪拜近海还发现了石油，迪拜酋长国开始了躺着挣钱的开挂生活。70年代，迪拜和身边的几个国家组成阿联酋，迪拜王室经营有方，大力发展旅游和金融行业，让迪拜成为享誉世界的商业中心。1982年，迪拜发展蒸蒸日上，哈曼丹就在此时出生了。他的父亲马克图姆当时还是王储，哈曼丹的母亲是马克图姆的大老婆赫德。这位王妃是个神秘人，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。赫德王妃对马克图姆非常恩爱，卯足力气给丈夫生了12个孩子，其中5个儿子，7个女儿。王室生来就是享受生活的，中东王室更以多子多孙而闻名。至于哈曼丹，他是马克图姆的次子，上面有个大哥拉希德。拉希德和哈曼丹长得比较像，但弟弟哈曼丹长得更可爱，更受到父亲的喜爱。小时候的哈曼丹和兄弟姐妹都在迪拜的贵族学校读书。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，迪拜的王室接受纯粹的英式教育，学习英国贵族礼仪，人人都说一口流利的伦敦腔。在本国上完中学后，按照惯例，王室的男孩子去英国学军事，女孩子则回家休息，准备嫁人。哈曼丹和哥哥被送往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，这是中东军事家的摇篮。在英国镀金的岁月里，哈曼丹和哥哥拉希德已经展现出了不同的个性。拉希德是个热情奔放的人，钟情于社交，经常和英国学校的孩子鬼混，而哈曼丹则老老实实学习。军校毕业后去了伦敦政经学院深造。这时候的拉希德和哈曼丹都是小孩子，他们想象不到，在英国的这段岁月会改变两人的人生。2006年，拉希德25岁，哈曼丹24岁，两人从英国回到了迪拜，在政府里担任一些闲职。拉希德和哈曼丹兄弟都是运动高手，最喜欢足球和马术，两人在马术方面造诣颇深，曾在2006年德多哈亚运会上为迪拜拿下了荣誉。拉希德是马克图姆的长子，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，他早早被立为王储，就等着在政治上积攒经验后接过父亲的班。早年的拉希德确实很优秀，运动天赋很高，而且做事雷厉风行，有他父亲马克图姆的影子。但是拉希德早年在英国沾染了恶习，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。英国留学期间，拉希德是派对达人，回国之后他大权在握，而且经济更加充裕，他就变本加厉地纵欲。拉希德酗酒，而且有很重的违禁品瘾。
曾被父亲送去强制戒违禁品。此外，他还纵欲无度，包养东欧女，邀请权贵和女人在自己家里狂欢，甚至会飞到沙特去参加派对。这事儿被拉希德的侍卫和佣人捅出去后，迪拜王室的形象大受影响。2007年，前一年还是全民英雄的拉希德从各种媒体和新闻里消失了，外界都在猜疑迪拜王室发生内斗。果然，在2008年，拉希德被宣布因为个人选择不再担任王储，王储由他的弟弟哈曼丹担任。明眼人都知道，拉希德是被废黜了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透露，拉希德之所以被废黜，是因为盛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助理，这个助理也是王室的成员。几年之后，维基网站上也证明了该消息的真实性。吸违禁品、酗酒、纵欲，居然还逞杀人，王室已经不可能容下拉希德了。被废黜后，拉希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以前他是个运动健将，但是从此没有任何人在运动场上再见过他。哥哥被废，弟弟哈曼丹当上了王储。哈曼丹从没想过自己能当王储，所以对这一切有点手足无措。他在政坛的地位不如哥哥，要花时间慢慢打造形象。于是哈曼丹依靠本身的阳光帅气形象为迪拜王室免费宣传，由此开始他就成了网络红人。此时迪拜的权力还在他父亲手里，哈曼丹要做的就是打响名气。在网上，哈曼丹是运动博主和旅游博主，冲浪、马术、跳伞、足球等等都是哈曼丹的拿手好戏。哈曼丹也尤其钟爱贵族运动马术，他是阿联酋马术队的成员，专门养一个马术队辅佐自己，坐骑都是价值几百万美金的纯血马。闲暇之余，哈曼丹也是个旅游达人，他自己有一台波音客机随时待命，每年有几个月在全世界旅游。上周在北极，这周在南美，他每到一处，当地的网络上就会充斥和他有关的报道，这也是在为迪拜做免费的宣传。随着哈曼丹越来越出名，最帅王子哈曼丹、男人天敌哈曼丹等新闻登上各国头条。哈曼丹登山、滑雪的照片浏览量破千万，他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团，在社交网站上粉丝上千万。回到迪拜国内，作为王储，哈曼丹也在推进自己的接班进程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大事。按照迪拜家族的习惯，哈曼丹要娶自己的表妹谢哈克公主。谢哈克公主和哈曼丹是货真价实的表兄妹，两人的感情还有一段三角恋的传说。谢哈克公主长得如花似玉，马克图姆一早就想让她当太子妃，让长子拉希德娶她，但可惜谢哈克不喜欢拉希德，更喜欢俊俏的弟弟哈曼丹。拉希德因为求爱不成就消沉下去，最后走上了歪路。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资料可查，但是以拉希德豪放的做派，可能谢哈克公主真的对这位王储不感兴趣。哈曼丹接任王储后，娶谢哈克是迟早的事，但是哈曼丹却一直没有走出第一步。作为一个弟弟，哈曼丹是在顾虑哥哥的感受，他不愿意当一个夺走哥哥一切的恶人。这个僵局一直持续到2015年，这一年迪拜王子拉希德去世，官方说是心脏病突发，而外界爆料拉希德是服药过量猝死的。这位王子在被废掉后开始放飞自己，整日醉生梦死，最后死于违禁品。哥哥去世后，哈曼丹开始放下心里的负担，全心全意当好王储。2019年，他和谢哈克公主大婚，这标志着他坐稳了王储的位子。两人婚后生了一对龙凤胎，生活非常幸福。而哈曼丹上次在中国火热起来，是成龙2016年在迪拜拍摄电影《功夫瑜伽》时，当时剧组来迪拜拍摄，哈曼丹王子热情接待了成龙，拿出了自己车库里的几十辆世界豪车给成龙拍摄追车戏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一辆跑车出了事故，但哈曼丹眼都不眨，只是派人去送一辆新的。除了财大气粗外，哈曼丹还是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。他每年会拿出上千万美金，在全世界做慈善，拯救贫困儿童，保护濒危动物。在近些年，哈曼丹多次登上世界最性感贵族的排行榜，但是排名却一直排在英国王室的后面。很多人为哈曼丹鸣不平，但哈曼丹却从不在乎这种排名。他评论里随便晒照片就有100万级别的阅读量，这种热度是英国那几个绯闻缠身的王子不能比的。